无声，走每段旅程。谁该被爱，谁该去恨，如何区分？眼前未必真，时间会作证。绕了一圈，不过想要内心的安稳。梦和醒哪个比真？哭和笑谁更残忍？我们说服自己，学会牺牲，对错却没有追问。以为该发生，却没有发生。等到想拥抱，怀抱已变冷。我们用力挣脱，渴望重生，最后把自己伤得最深。以为该结束，却继续放任。等到伤痕累累，才肯承认，发现离开是用转身，而忘记却要用尽一生。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。紫园是40年前爸爸一手创办的，最开始只是从事花卉种植和批发零售，最近10年慢慢增加了餐饮、婚礼承办，还有园艺设计等业务。我会安排你们到不同的部门去学习。不管你安排什么工作给我，我一定会把它给做好。我也是一样，这边很聪明的，想一想转一转，什么事情都解决了，轻轻松松。那我们哪一位要在这里工作啊？ Brian， 早，例行，早，表叔呢？在厨房。我去就来。开玩笑啊！啊，这种鸟不生蛋地方谁会来？我跟你讲，谁负责餐厅谁倒霉。我觉得环境不错啊，可能是太早了吧，所以顾客都还没来。如果餐厅是独立的，开在这样的地方自然很难生存。可是现在餐厅附属紫园，除了可以吸引顾客用餐后去买花，也可以配合紫园承办的活动提供饮食服务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们明白吗？还是你分析的好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餐厅的总厨兼经理梁永强，他也是爸爸的表弟。以后你们可以跟着我叫他表叔。原来你们就是东哥高薪聘请回来的好儿好女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我叫欣雅，请表叔多多指教。欣雅，欣雅，这名字很好记，而且你跟那只礼貌狮子一样很有礼貌，笑容也一样灿烂哦。表叔你好，我叫子杰，多多关照。欢迎欢迎。陈慧珊，既然大家都认识了，子杰，以后你就留在餐厅，好好向表叔学习。好，有意见啊？没有意见，我很喜欢这里，环境很不错。我相信你在我的英明领导下，肯定让这里生意兴隆，非常火红的。表叔，那子杰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子杰看起来很聪明，脑筋动得很快，肯定帮得上忙。我带他们去其他部门看看。好，走吧。拜拜。拜拜。给我一杯冰水，我要很冰的啊！子杰啊，对，先让我喘口气，喝口水。我们有什么事等下再说好不好？天气这么热，真的是。由于新加坡的土地限制和气候的关系，紫园里的花卉植物除了胡姬花之外，大多数都是要根据需求从国外进口的。其实每一种花都有它的花期和特质，我们一定要牢记。其实花就像人一样，只有细心的呵护和照顾，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。听起来真的很不简单。以后有关这方面的知识，全叔会慢慢教你们的。他管理花圃10几年了，你们可以向他慢慢学习和请教。全叔，哎，立行，这2位美女是慧珊小姐和欣雅小姐啊？是啊，叫我欣雅就好了，全叔。
嗨，我去忙了。啊，好。拜拜。拜。喂，你不是要我学种花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对花粉过敏。再说，我读的是金融管理，我擅长的是行政和策划工作。你让我种花，哎，你知道什么叫资源善用吗？无论以前你是做什么的，来到这里都要从低做起。而且你这一身衣服应该换掉，像欣雅一样，穿着简单一点比较舒服。其实例行有他的道理，但是惠山也有他的道理。你没事吧？我要看医生。你看什么医生啊？打个喷嚏也要看医生，不会是想要偷懒吧 Hello， 有必须吧？不用了。哎，我还没有批准你的假。例行，看他的症状不像是假的。如果他的过敏引发什么呼吸系统的疾病，那就不好了。有这么严重啊？我是护士，相信我，你还是陪他去吧。等一下有个乐龄旅游团来参观紫园，你帮忙全数接待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你好点了吗？医生给你开的药要记得按时吃哦。你相信是真的过敏了？医生都证明了，肯定假不了。纸巾用完了，那边有便利店，我去帮你买吧。接过。Excuse me， 接过。例行 Excuse me， 接过。你没事吧？他叫了那么多次，你没听到吗？我真的没有听到。我小时候发生意外，听觉神经受损，所以右耳完全失聪。不过你不用同情我，右耳听不到，还有左耳啊，所以我还是幸运的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帮你买纸巾。混蛋，色狼，死变态！我真的错怪他了。哎 ，bro， 桌子擦干净一点 ，OK？ 哦。小叔啊，你放心，在我的监督下，你看他们做得多好啊。小叔啊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哦，待会有一个乐龄旅游团要来餐厅用餐，如果没事做，你到厨房去帮忙吧。不太好吧？怎么说我都是老爸高薪聘请来的儿子哎，你要我进厨房打杂，这不是降低我的身份？是例行让我安排你的工作的。老爸会选我，也是因为我是个人才。我来这里是学餐厅管理的，以后是要做大事的人，怎么可以大材小用呢？对哦，哎，我应该顾及你的身份才对。那没事，你继续监督吧。强哥，糟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这么紧张？冰箱里的鱼翅全都坏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可能是昨晚停电的关系。糟了，乐龄旅游团马上就要到了，鱼翅更是他们指定的菜色，少了这道菜，怎么向客人交代呢？子杰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问我啊？当然啦，现在餐厅归你管，当然问你啊。你是做大事的人，这种小问题应该能够解决吧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园。哇，这里还真不好找啊！哇，路途那么远，坐到腰酸背痛。哎呀，头都要散掉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这里是偏远的一点啊。我帮你按摩 ，OK？ 这是肩颈穴，按了之后，哇，一定很舒服的。好舒服啊，谢谢你。听例行说你是当护士的，什么都连穴位按摩你也会的。学了一点点的。小姐，我也要按摩嘞。我也要。不过我们参观紫园的时间有限，那不如我们边走边按摩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请跟我走。来，慢慢走哦。
女主角、女配角、part time character 全部都有了，就少一个男主角，这戏要这么演下去嘛？对啊，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不过你这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我这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。你放心，小 case 啦，包在我身上 ，OK？ 欢迎你们来我们的胡姬花圃。那胡姬花有好多品种，但是最出名的就是我们的新加坡国花左锦万代兰。那其他品种我就由我们的胡姬花专家陈叔来跟你们一一介绍。大家好，胡姬花呢也称为兰花，我国呢有几个大的品种，好像万代兰呐、加德利亚兰呐，还有石斛兰。很多时候呢，胡姬花呢是以它的形态来命名的。有些长得很像蜘蛛呢，叫蜘蛛兰；有些长得像拖鞋呢，叫拖鞋兰；如果长得白白很漂亮呢，就叫白雪公主。对，我们到前面继续欣赏嘛来，那个慢走，小心啊！慢慢来哦。安迪，你怎样了？你还好吗？你怎样了？安迪，对不起，你们让开一下，给他点空间啦。安迪觉得怎么样啊？我头很晕，我想吐啊。应该是中暑了。艾登，帮他拿瓶水。OK。我们带他去比较阴凉的地方吧。好。来，安迪，慢慢来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谢谢。带他去吧。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你。我在这里陪他吧，你们继续参观紫园。好。你们要记得哦，如果觉得热的话要戴帽子，也要多多喝水，知道吗？真的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好了，各位团友，我们继续参观，来跟我走。谢谢。是啊。麻烦你啊。不用。好多了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坐这里。好一点了吗，安迪？好多了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多喝水哦。大家应该饿了吧？饿了。OK， 食物快到了哦。我们上菜啦！今天我们第一道菜就是紫园非常出名的鱼翅干，请大家慢慢享用吧，告诉我味道如何啊？哪里是鱼翅，根本是鱼翅瓜嘞。Bingo Uncle， 就是鱼翅瓜。我们付的团费是包括鱼翅的，你们怎么可以用鱼翅瓜来代替呢？那我们可以退还给你们部分的款项。我们参加这个团是来吃鱼翅的，你们怎么可以欺骗顾客？是啊，你们怎么做生意的？我们不要鱼翅瓜，要鱼翅。是啊。对啊。哎呀，好了啦，大家商务照嘛，坐下来，请听我说，坐下来啊，不要动肝火。其实呢，我把鱼翅改成鱼翅瓜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 ？OK， 我问你们，鱼翅是从哪里来的？鲨鱼上的鳍喽。对喽，鲨鱼身上的鳍喽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人把鲨鱼身上的鳍给砍下来，血淋淋的，多残忍啊！如果鲨鱼会说人话的话，它一定会在那边大声的呼喊：“好痛啊，好痛啊！你们杀了我吧，杀了我吧！”但是我们人类并没有这样做啊，继续把它丢进大海里嘞。那还好。好什么阿姨，好个屁啊！你要知道，鲨鱼没有了鳍之后，它就好像鸟没有了翅膀，无法在空中自由的飞翔，就好像鱼儿在海里面不能尽情的游荡，它只能慢慢的自己努力的游啊游，游啊游，它的血一直流啊流，流啊流，它流到它最后一滴血干了之后，它就慢慢的死去，而且死不瞑目。吹！这样恐怖，我们不吃。这样恐怖，我不吃。会残忍的，我们不要吃的。残忍的。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 everybody。我相信，只要大家不吃鱼翅，老天看得到，好人有好报，大家一定会中多多的。所以，不管是鱼翅瓜还是鱼翅，只要经过我们 Super 大厨旁边那位国荣之手，一定会像鱼翅那么好吃的。不吃鱼翅也可以拯救快要绝种的鲨鱼，所以你们大家都有一颗好伟大的爱心哦，给自己掌声鼓励。好了，所以现在请大家尽情品尝我们紫园的鱼翅瓜羹棒。Thank you。
来的正好，哎，这药刚刚煮好，来喝了它。这是什么药啊？哎，这是一个中药店老板特别给我调配的，这是对花粉过敏症特有疗效。来，哎，爸问第一天你们工作的情况，我跟他如实报告的。哎，你别管我怎么不知道吧？来来来，这药很好的，很有效的，来。我不喝这些的，医生给我药了。中西合并更好，我怕那个鸭蹄啊煮得不好，我亲自下厨，4碗水煮成1碗水，我花了1个多小时。如果你不喝，我会很难过的。来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请你不要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。好吧。哎，爸，你没生病，你喝什么？爸，会死的。MC， 哪有女儿生病给爸爸 MC 的？真是的。总之这是2天的 MC， 这2天我不回紫园工作了。我什么时候叫你回去工作啊？别把我想成那么刻薄，我是很有人情味的。我想回家休息。是应该回家休息啊，这里就是你家。来，上楼去。哎，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啊，最好吃点清淡的。我给你煮点粥，我煮粥很好喝的。哎，花了这么多功夫，人家都不领情。吃醋了？是替你不值。能为自己的女儿做点事，我这个爸爸怎么样都是开心的。纵使他不领情，我也是开心的。你还真把自己当人家爸爸了？我本来就是他爸爸。哎，对呀，把那个药材跟粥煮在一起，然后告诉他是黑米粥，那不就行了？你干嘛？你进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你别激动，你继续睡啊。我粥煮好，要不要端给你吃啊？谁要吃你的东西？出去呀！出去！好，我出去就是。哎，爸，来，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啊，你选我做你的儿子是对的，因为我今天上班第一天我就做了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来，我们去前门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客人本来要吃鱼翅的，但是鱼翅坏了嘞。然后呢，表叔就很急啊，问我，哎，怎么办？我说，我脑子一想，哎，我们就用鱼翅瓜代替鱼翅，没想到成功了。客人没投诉吗？客人一开始是很不开心的，但是我跟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，就是把鲨鱼的鳍砍了之后丢进大海里，然后鲨鱼就会很痛苦。他们听了之后决定不再吃鱼翅了。第一，我帮我们公司解决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；第二，我也帮忙拯救濒临绝种的大鲨鱼。你看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长了这么多，掌声鼓励一下嘛！哎，你怎么会想到用鱼翅瓜来代替鱼翅呢？我以前也吃过我妈用鱼翅瓜煮的羹啊，哎，这个味道绝对不输给鱼翅的。对啊，那味道真的不错哎。什么啊？你有没有吃过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猜的。哎，今天的表现不错，我给你70分。什么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才70分？我怕给你太高分，你会得意忘形。爸，那我今天可以得几分啊？你接待旅游团的表现很好，全叔啊很欣赏新雅的态度和反应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也给你70分。谢谢爸。什么呢？这70分？哦，对了，会上看的医生有没有好一点？他没事了，在楼上休息。慧珊，你带着行李要去哪里啊？我要搬出去。为什么？这份绝世好工我不干了。不干？
我们好像有签约的嘞。如果毁约的话，3个月9万块，你赔得起吗？我没钱赔，你告我吧。哎呀，惠山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你不要靠近我，老色狼！惠山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骂爸？他趁我睡觉的时候进我的房间毛手毛脚的，不是老色狼是什么？我进房间是想看你有没有生病，我摸你的脸是因为我担心你会发烧。你不用再解释了，你根本就是心怀不轨。你以为用3万块的月薪就可以找几个人当你的子女，让你为所欲为吗？你胡说什么啊？哎，惠山，你听我说，真的不是那回事，你误会太深了。我能不能跟你单独谈一下？单独不用了，没什么好谈的。我只相信眼前的事实，毁约的事，你想告你去告吧。Excuse me。帮我看着他。好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爸，我相信你。幸好有你相信我。其实爸爸的为人我很清楚的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当然会帮他说话。他是真心把你当女儿，才会熬药给你喝。进你的房间也是为了关心你的病情，没想到会造成误会。我们不是真的父女。他静悄悄进我的房间看我睡觉，摸我的脸，我觉得很恶心啊。你们之间需要时间去了解对方。不需要了解了。才进张家2天，他就有这样的举动。接下来3个月他会怎么做，我真的不敢想象。我向你保证，你的保证对我没有用。为什么你对身边的人都充满戒心？这样很容易曲解别人对你的善意的。因为伤害你最深的，往往就是你身边的人。我不会给任何人这个机会的。不要闹了嘛！太阳晒屁股了，你还不起床？你干嘛进我房间啊？叫你起床啊！那你敲门嘛！我有敲啊，而且敲得很大声，可是你没理我啊，睡得像猪一样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陪我一起去神韵。哎，你不要动手动脚哦！我是你爸，又不是老虎，难道我会吃掉你吗？哎呦，这种东西很难讲的哦，我屁股这么翘。哎，会上误会哦，难道你也？虽然你是我老爸，但是我觉得我跟你还不是很熟，我们最好保持一点距离。看来要跟你们打成一片了，真的需要时间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先跟我去成云。哎呀，老爸你就放过我了。昨天晚上我看电影看到3点多，累得要死，你找别人了。陪爸爸去成云啊，是你们做子女应该做的工作之一。但是我真的很想睡觉啊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就不要去了。哎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薪水扣1半。哎呀，你说的对嘛，早就应该去运动了呀。我就说嘛，女孩子还是比较细心的。带着雨伞跑步，我还是真的第一次。哎呀，起早帮他跑错步了，我可以睡觉的呢。你可以不跑的，我不勉强你。不过呢，扣薪水，大概呢扣这个。不要扣，不要扣，老爸说的对，1、2、1、2，跑步是对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
还真缺钱呢。来，继续。爸，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。你说啊。听例行说，原本的内定人选是岛的后，那你最后为什么会选我啊？你觉得呢？因为我救过你。那是原因之一。还有呢？还有啊。好啊，那我就告诉你真相。本来我觉得啊，找一个当医生的孩子也是挺好的，最起码我有什么病痛的时候，他可以第一时间帮我治好。但是自从我看到你之后，我的想法改变了。一个木讷呆板的医生，怎么可能比得上一个善解人意、聪明漂亮的护士呢？最起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心情比较愉快。哎，这直接跑很远了。军峰，惠山已经离开2天，手机也关机，我看这次非你出马不可。看来张先生真的很看重你这几个子女。不过，惠山很倔强，要化解他对你的误会不容易。你有办法的，你花了不少时间铸成绝世好工作这个计划，你也不希望他就这样宣告失败吧？少了这么重要的棋子，我精心布局的这盘棋就没办法走下去。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把他放回原来的位置。找到陈慧珊了。你真是神通广大，我住哪间酒店都被你查到。没办法，我也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是老色狼要你找我回去的吧？你怎么可以叫你爸老色狼？他不是我爸。你已经签了合约，在这段期间，张信东就是你的爸爸，你就是张信东的女儿。他进我房对我毛手毛脚的，你还要我把他当爸爸？那是一场误会。张先生解释过了，其实他真的是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，对你没有半点非分之想，吓到你了。他也觉得很抱歉，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我已经帮你在合约上附加了一项条款，保证张先生不会随便进出你的房间，对你做出不礼貌的举动。张先生已经签字了，这样你可以放心回去了吧？我可以相信你吗？作为绝世好工作合约执行律师，我就像是公证人，我会维护双方的利益，绝对不会偏袒一方。如果张先生触犯合约条款，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这么好的机会在眼前，没有理由就让他白白溜走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虽然张先生只有一个儿子，但张立行只对花情有独钟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子源，对张先生其他的资产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其实张先生最大的资产并不是子源，是庆鸿集团。庆鸿集团，这个集团规模不小，名下有好几栋商业大楼，在国外拥有的产业也不少。让我告诉你吧，其实张先生是庆鸿集团的大股东，他很低调，知道的人不多。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？其实张先生曾经很感慨地提过，他很想拓展他的事业，但是张立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他觉得后继无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举办绝世好工作这个招聘活动，是想从中找到继承者。很显然的，在3个子女当中，你是最具这方面的实力和能力。如果就这样退出，那岂不是很浪费吗？你还记得绝世好工作的广告词吗？你已经获得为自己命运洗牌的机会，成为亿万富豪的孩子，为什么要放弃呢？
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，最后的决定还是在你手上。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不要把我忘记。哇，真的唱得太好听了！我的帅哥来看我了，下次再唱。哇，美女啊，你今天精神特别好，越来越漂亮了。我每天都这么漂亮的，你今天又要送什么东西给我？有，来，我帮你戴上啊。漂亮吗？你送的东西一定漂亮。哎，紫色最衬我的啦。紫云呢？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看我？外婆啊，妈今天没来，下次吧，下次我一定带她来的，好不好？你坏蛋，又骗我了。外婆，我真的没骗你。他不会来了，他被那个坏男人害死了，我永远也看不到他了。外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的女儿真的很可怜，她嫁错了人，年纪轻轻就死了。那个没有良心的坏男人，有几个臭钱就在外面养狐狸精。思云是被他害死的，这个坏男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，不会有好下场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打电话叫救护车，送妈妈去医院。你快去找爸爸，快去啊，快呀！我的孩子没了。爸爸很快就来了。哥哥，爸爸呢？爸，这是我亲自煮的，你试一试吧。我好心帮你把手链捡起来，怎么连一声谢谢也没有？我帮你。走开！慧珊，你回来了，欢迎回家。哎，我帮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开心过度，忘了你还不习惯做我的女儿。我拿你的薪水，会履行当女儿的职责，努力工作。我也希望你能够遵守合约上附加的条款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好吧，就算我想当个好父亲，疼我这女儿，但是如果你还不习惯的话，那我约束我自己，尽量不做你不喜欢的事情，那这样可以了吧？慧珊回来了，你们坐下来聊吧，干嘛站着？我帮你拿行李上楼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慧珊她对花粉敏感，不要再安排她在花圃工作了。放心吧，爸，我安排她负责紫园的活动策划，应该很适合她的。太好了。
慧珊，快点开门啊，好烫！慧珊，哇，怎么这么久才开啊？烫死我了！我在忙啊。煮给你的，吃完早点休息吧，别做得太晚了。我先下去了，晚安。晚安。这里就是紫园的别墅，主要作为农场住宿，可以让公众入住，体验接近大自然的田园生活，对吗？来这里办婚礼的人可以租用别墅，成为他们的休息室或者是蜜月套房。果然是有做功课。对了，谢谢你昨晚那碗面，让我支撑整个通宵看完所有的资料。不是叫你不要做太晚吗？只要是我接手的事，我一定会做得最好。女强人呐，女强人。我查过了，除了承办婚礼之外，这里就静了下来。你不觉得很浪费吗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我觉得我们应该争取企业界的客户，让他们来这里进行商品推介会、员工的 retreat， 还有招待他们的外宾。另外一个对象就是各大学府的社团，吸引学生来这里体验农场生活的乐趣。找你当策划活动经理，真是正确的选择。我跟你说过了，分配工作的时候最好不要大材小用。其实你提到的客户群，我之前有想过，但是困难点是需要一套完整的计划，包括宣传、设计配套，还有定价。我已经有初步概念了。首先，我们一定要按照客户的需求去设计配套。第二，开玩笑，我是老爸请回来儿子的，啊，竟然让我扫地，什么绝世好公嘛！哇！你是在耍杂技还是在扫地啊？扫了这么久还没扫干净啊？桌子呢？擦过了没？表叔啊，我是做大事的人呢，啊，你要我来这边扫地呀？不喜欢扫地啊？那你可以到厨房去帮忙洗菜呀、擦地板哦。我是老爸请回来的儿子，你以为我是打杂的咩？立行也是紫园的小老板啊，他也是凡事都亲力亲为，而且你是他请来餐厅工作的，有什么不满意的话，随时找他啦。OK。嗨，哎，俊峰来了。俊峰大哥来啊，看我们啦。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Tim 和 Peggy， 他们想要在这里办婚礼，带他们过来看看。哦，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我是这里的经理兼主厨梁永强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老板的儿子。那谁才是负责人呢？当然是我啦！我跟你们讲，只要你们相信我，把这任务交给我，我一定会帮你们有一个永生难忘的婚礼。我要求的婚礼场地到处都要有鲜花做装饰。没问题呀，我们紫园什么花都有，随便你们选。最好是给你们一面花墙，用鲜花放2个心形的形状，代表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多浪漫啊！这个 idea 还可以 ，baby。我们是在樱花树下定情的，用樱花来做花墙，你说好不好？好是好，不过新加坡没有樱花。没关系啊，只要有钱，什么都可以解决。我们从日本运过来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你们办得让我满意。漂亮，绝对让你满意。当天我们还可以找一些非常出名的日本舞者来跳一些传统的 Papara Sakura。OK，stop， 跳舞就免了。不过我要有 live band 弹奏浪漫的音乐。没有问题，这些包在我身上。至于食物方面，我要配合樱花的主题，用日式料理。有品味。哎，过来。我跟你说，他是我们这里的经理兼主厨。当天，他可以准备日本最新鲜的沙西米给每一位贵宾。他的刀工，他认第2，新加坡没人敢认第1呀。多多指教。
我要用你们最新鲜的北海道海产，包括海胆、鲑鱼、帝王蟹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 case， 这些就包在我们身上。baby， 你觉得怎样？我的 baby 想得这么周到，我一切都听你的。请问厕所在哪里？哦，前面直走转右就看到了，谢谢。我一下子就回来。Peggy 小姐，那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场地吧。也好。都走。哇，请跟我一起深呼吸一下。你看，这边的环境优美，鸟语花香，一定让人心旷神怡、气宇非凡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不来这边去哪里呢？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啊，这里，来，这个最重要了。我们可以用鲜花在这里做一道拱门，然后新郎新娘你们两个就可以噔从这里走进来，你看真浪漫死了。然后你需要的那个 sakura 樱花墙，我们就可以放在这里。对，就这里。想象一下，当天哇，全部东京的樱花味道，多棒啊，对不对？李景哥，哎，知道吗？我替你们接到一宗大 case。什么大 case 啊？我的朋友想要在这里办婚礼，这位就是准新娘 Peggy。你好，我是立行。你好 ，Peggy 你好，陈慧珊 ，Hello。慧珊是我们负责婚礼策划的经理。你的婚礼想要有什么主题，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会按照你的需求进行布置。baby。这里就是我们婚礼的场地，你看地方还可以吧？他就是我们婚礼的策划经理。嗨。你就是为了这个金矿背叛我、伤害我。这个 project 我不接。雨阵阵肆意的泼洒，何时能到达？可是路最终停在哪？时间已揭发。你想分手吗？由我来好吗？坏人是我，快把眼泪擦。沉默最可怕，是你不想正面的回答，却最诚实的回答。假装不了你不爱他，假装不了我割得下，但其中一个被祝福也算幸福吧。假装不了你不爱他，你要是能快乐的话，寂寞我会想办法。你的笑不必再作假，答案不复杂，我会处理得很优雅，不怕有尴尬。快别愣在那，不是说走吗？见不着你他会更牵挂，谁想装伟大，是舍不得泪水。